在《狂飙》没有火之前，张颂文的日子没有其他明星那么光鲜亮丽。我就属于那种40岁都没有一套房子的，43岁的人还是在租房子。你怎么会想象得到一个人工作4个月就拿几千块钱？你可能会说，那你全年对不起，就是这几千块钱，就是你的全部收入。一时积攒到40岁，你还这样的时候，你自己都看不见。他连续3年被导演拒绝840次，被嘲笑侏儒、吃剩菜，从业20年，年近50都买不起房。我第1年就被否定了360多次，第2年我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稍微缩减了一下，280个剧组，还是全军覆没0。张颂文从小家境就不好，11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到了17岁，从职高毕业后的张颂文开始进入社会，为了谋生，他打过很多份工，当过印刷厂工人，干过销售服务员，还当过饭店经理。凭借着过人的口才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后来张颂文终于找了个稳定的导游工作。然而平淡的生活过久了也有些乏味，闲暇之时，张颂文只能通过影视剧解压。看着看着，他突然觉得我上我也行。就在张颂文犹豫不定时，一个女孩点醒了他。张艺谋28岁才学电影，你怎么没机会？于是张颂文毅然变卖了所有家产，只身北上，并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很快，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来了。身为一个正宗的广东人，张颂文的粤语发音很标准，但普通话却实在不过关。为此，老师下了最后通牒：4个月之内普通话考等级过不了，自己自动退学。好不容易考入梦想学府，张颂文怎么可能被口音难倒？此后几个月，海清总能在北影的球场角落发现一个普通话不标准的男生在努力练绕口令，在一个角落里对着角落说：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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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正是靠着这股拼搏的劲头，张颂文成功过关，并拿下北影年度表演1等奖。本以为可以靠着这份荣誉轻松踏上演员之路时，现实却给了他一个狠狠的打击。从北影毕业后，长相平平的张颂文拿着简历，连续3年时间面试800多个剧组，然而通通被拒之门外，被700-800批剧组否定了我。3年，北京的生活很难。那时张颂文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了，但为了能在北京生活下去，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租着距北京市区30公里的农家小院，买着菜场上最便宜的烂菜叶。张颂文过着无数北漂最平凡的生活，却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2004年，他终于得到一次演主角的机会，在情景喜剧《成龙快婿》中出演假发，而被广东人所熟知。但此后的10年间，他依旧默默无闻，直到2016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他扮演的唐一杰油腻、窝囊又激进，很多观众对其印象深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烂人。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允许你这样骂我！我什么时候是个烂人？我一直打不疼你！你让我太失望了。当然，最让他骄傲的一个角色还是革命者里的李大钊。对于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张颂文充满了敬畏。这是我从业以来最不自信的一次。我觉得我不可以用我的表演技术去完成这次的塑造。如果我使用了技术去塑造李大钊先生这个角色，我是对不起他。因此，在拍《英勇就义》的片段时，为了更真实地反映李大钊生前的痛苦，张颂文坚持要亲自上场。这个地方会跟那绳子会对抗吧，会比较难受。只要我的生理扛得住，有点。让张颂文难忘的是，之后这部电影上映时，一向不会发朋友圈的父亲却罕见地发朋友圈为他点赞。那一刻，张颂文觉得无比骄傲，同时也坚定了自己做好演员的路。狂飙要被下架了吗？影片热播以来一路狂飙，无论是尺度还是剧情都相当敢拍。可要知道，这是一部扫黑反腐的正剧，拍出来本是为了警示公众，对社会产生威慑作用。然而无数网友却看着看着，跟社会头子高启强站成了一派，甚至无数网友的新年愿望都是当鱼贩、买电视、拜干爹、娶寡妇，直接把反贪剧看成了励志片。这种偏离轨道的追捧让许多人提出质疑，以至于出现了提议下架的声音。而作为片中的超级反派，观众心中的励志榜样，张颂文差点错过了这个角色。早在狂飙拍摄以前，导演徐纪周便把剧本发给张颂文，希望他来出演高启强一角。然而那时候的张颂文恰好正在上海拍戏，就把这事儿给忘在了脑后。迟迟没得到回复的徐纪周就在圈内找了一位演员，准备让他出演高启强。可就在马上要拍摄的时候，张颂文突然回了消息，徐纪周想都没想，连夜奔赴上海。当他赶到剧组时，已经
经凌晨2点，张颂文那天一直拍到凌晨5点才结束，而徐纪周就一直坐在旁边看他演戏。在回去的路上，徐纪周脑海里充满了张颂文表演的画面。他跟制片人说：“我看了张颂文，如果他不演高启强，我觉得可能我会抱憾终生。”事实证明，徐纪周的眼光并没有错，张颂文真的把高启强这样的一个黑社会大哥演活了。光看海报，高启强3个不同阶段的眼神变化，就完美的呈现了他黑化的过程。最开始还饱受欺凌的卖鱼小贩，眼角含泪，眼里有光。此时他还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也暗藏野心。到了中年时期，当上大哥后，眼角开始向下，眼神也变得暗淡。等到最后彻底黑化变成反派，此时他的眼睛已经完全空洞了，像是被黑暗笼罩，透着一股狠厉。到了正式演出时，张颂文更是奉献了神演技，每一场表演都能让人反复观摩。他误杀徐磊那天晚上的戏，是高启强黑化的重大转折点。这部分表演足足3分钟，高启强全程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藏在眼神和动作里。只见他双手叠着钞票，抬起下巴，气场十足，仿佛在轻蔑地问：“你们真以为能全身而退吗？”碍于大哥气场，小龙只好收下黑钱，两方地位正式转变。小龙试探自己和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高启强嘟起嘴，右手托起脑袋，摇了摇头，意思不言而喻。能不能跟着我混，还要看你们以后的表现。随后高启强挥了2根手指，打发二人走。从此唐家两兄弟俯首称臣，再无二心。接着是一段旋转镜头，高启强单手摸着下巴，他在思考未来是自首还是继续黑化下去。远处的灯光照在椅背上，高启强眼中不再有光，他拿起钞票不停地把玩，最后扔在了阴暗里。所有人都知道高启强已经做出了决定。事实证明，坚持选择张颂文，导演的决定有多英明。因为张颂文不仅是个演员，甚至还是其他演员的老师。狂飙中有这样一场对手戏，王总的妈妈得了重病，高启强准备给他用特效药，但正在拍摄时，张颂文觉得对手演员的感情没有到位，于是他开始引导演员如何入戏。只需要有情绪、真情实感出来就成了。回想妈妈以前跟你的小时候，她怎么带你上学，你生病了怎么背你，回想这些东西试试。为了帮助对手演员更好入戏，张颂文还现场说起了自己大学老师的经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快6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很晚，凌晨2点多打来。他平时是个很坚强的人，他一接电话的时候，突然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宋文，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说着说着，张颂文不禁潸然泪下，也成功带哭了对手演员。于是现场立马开始拍摄，两人眼眶泛红的碰了一杯，成就了戏中又一高光时刻。正因为张颂文对自己和他人的严格要求，这才成就了高启强，也就成就了狂飙的成功。因此狂飙还没有演完的时候，高启强就频繁登上热搜，不少网友提议查查张颂文，不像演的。难怪大家都要求严查一下张颂文，原来高启强真不是演的。我背不了台词，我也不会背台词，就是我必须要有当下的感受是真实的，我就能说出那个角色的话。正是因为他在演戏上是个彻彻底底的体验派，才更能把源自于生活的真实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荧幕中。而作为一个纯纯的体验派，张颂文到底有多会观察生活？来看他这段对路人的分析。在一档综艺中，张颂文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在医院门口观察路人。你们觉得他是病患还是职工？就是来看病的。我告诉你哈，这个人是这个医院的职工，他极有可能他是一个开电动摩托车的人。这个女生出现的一个特征就是，她发现周边有一些人在拍呀干嘛的时候，她出现了一种厌烦的表情感，就是你们跑到我们医院来干什么呀？再有一个，她是穿拖鞋的，病人去医院一般不穿拖鞋。再有一个，这个女生手里的装备只背了个小包，你看所有来看病的人手里拿的东西是不是有特征的？对。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道具，他刚才有一个摩托车的钥匙，他的钥匙里面那个防盗器一看不是汽车防盗器，是电动摩托车的防盗器。这个时间段他走出去了，干嘛的？15班？不是，是3班倒到他下巴。昨晚他值的是夜班的，所以我斗胆把所有东西串联起来，就是他是个职工，他接下来去开电动摩托车。
我们盯死他看，我看我能不能猜准他。张颂文话音刚落，刚才那位女路人就骑着电动车出来了。张颂文的神分析不仅惊呆了现场学生，也吓到了屏幕前的网友。大家纷纷表示，还好张颂文老师只喜欢演戏，不然就是真的高气强。而在《狂飙》中，张颂文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同样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开这么大卡车去杀人是不现实的。小面包一定帮我拍一个牛的主观，没有人，那水就对着我咩咩，只有一头老黄牛看到我了，我的杀人现场。叫谁喊？之前那太小了，这样的话呢，就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为什么用这个大电，因为真正电鱼的人不这样用的，是挂个小背包的，一个电瓶这样电，水里面就飘了，可以挣扎的，可以这么颤抖，很快就不动的了。好，差不多了，我打好记录了。在隐秘的角落里有一场吃馄饨的戏，张颂文为此提前3天就开始绝食，因为他要演的是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女儿，那么他整个人的形象一定是消瘦不修边幅的。于是刚一进组，张颂文就马上开始节食熬夜。他们就跟我讲了宋文吃馄饨那场戏，3天都没有怎么吃过饭，他就要找寻那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崩溃的那种状态。更令人叫绝的是他吃馄饨的演技。张颂文饰演的角色除了是一个父亲之外，还是一个丈夫，所以女儿刚出事时，他故作坚强的扛起家，但这种极力控制的悲伤一定会有一个临界点，这才有了吃馄饨时的爆发。当他看见3份馄饨放在面前的时候，他脑子里一定会呈现出当年他女儿还在的时候，3个人一家3口怎么吃馄饨，他一定是很快乐的。所以我说这样叫睹物思人嘛。所以当那个老板把3份馄饨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仲平突然就崩塌了。虽然在这部剧中，张颂文只是一个配角，这场戏也仅仅只有5秒，但他却依然做到了全身心投入。正是因为足够接地气，所以张颂文演起戏来毫无痕迹。这点是那些一出道就在上层、缺乏生活经验的idol永远比不了的。之前张颂文上过一档演戏综艺，节目现场他给李文翰出了一道即兴题目，让他饰演北漂3个月后试镜失败给家里人打电话的角色。结果李文翰的表演让现场导师都大跌眼镜，他的语气里面居然满是轻松，面部表情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这试的还挺好的，我准备再试一下下一个角色。对，反正导演也好像没有很喜欢我，对，然后我试下一个角色了，好吗？拜。导师们想过小鲜肉演技可能不太精湛，但绝对没想到如此拉胯啊，就这样啊？完了。好，停。这傻，这傻呀！干嘛呀？他都没看他妈。这傻呀！我的妈呀！实在看不下去的章子怡只好请张颂文上台示范，而不演不知道，一演吓一跳。人物还没出场，张颂文就展示出了自己的演技。导演，抱歉，那个刚才我卡了一句词儿，我再来一遍好吧？谢谢啊。前2句话的语气满是对导演的卑微，而那句谢谢又让人听出了他的失落。然后张颂文走到一旁，将戏服完完整整的叠好，可眼神却一直往导演所在的地方瞟，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几次回头的表情都能让观众看懂他那种渴望。而就在此时，老父亲给他打来电话，张颂文瞬间反应过来，他先是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开始调整情绪，而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让家人看到低落的情绪而感到难过。可以说这些小细节直戳中人心。在换了一副笑脸后，才接通了电话。希望我能演这个康熙，但我总觉得我不是很合适，但我会过来看看今天。吃了，你呢？吃饭没有？当父母的关心让他情绪快崩溃的时候，他细节地把自己移出了镜头外，完美诠释了一个北漂演员内心的复杂。演得很好，刚才他们都夸我来了，都夸我。我头很痒，戴了一些假发，我先去弄掉它哈，回头再说，我回到家给你打电话，拜拜。如此多层次的表演情绪转换，让身为导师的章子怡跟于正都拍手称快。这种生动的细节真的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视频结束，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别忘了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